娘，你那镯子不是送王姨了吗？你爹说我嫁给他的时候带过来的，当初入狱的时候都留着，不能没有，比命还金贵。是不是你又埋怨了爹几句？这回我可没有啊！你们知道的，爹老觉得他自己无用，亏欠我们。他到底去哪儿了呢？谁主使你来的？没人主使，真没人主使啊！大人，我就是一个过路的，纯过路的呀！还敢狡辩呢？没狡辩，没狡辩。说不说？你打他了？没有，你打了？没有。这么咖了吗？那行。哎呀，大人，饶了小的吧！你小子嘴很硬啊！不硬不硬，嘴可不硬了。有没有同伙？没有，真没有同伙啊！小的什么都说，小的一定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小人兴许名平之乃是玉道营的白户，小人的侄子也是大更人，跟你们还是同僚呢。不行，不能提宁燕，现在提他怕是对我不利呀。大更人是铜锣、银锣还是金锣呀？不，大人，小的刚才跟您开玩笑呢。开玩笑？你活腻了？这又晕了。哎呀，能行。小的错了，小人再也不敢了。你是个老手啊！不老，可惜了。我就喜欢你这种，又硬，又是个老手。不老，小人一点儿不。说是不是真路过？是实话，小人确实是路过的。小的就在衙门口吃了一碗面条，中间还闹肚子。小的错了，小的改了，小的以后再也不从衙门口过路了。大人，你饶了我吧！你小子吃蒜了？心酸。相别时节知素质，为民服务不居功。策马齐鞭尘土扬，一年强似一时节。后气龙外芳草地，春风美酒共朝夕。幽梦明月清风夜，挑灯夜读春风堂。后气龙外芳草地，春风美酒共朝夕。恭喜李银罗，官复原职。恭喜李银罗，官复原职。魏公，这是为何？这是陛下的旨意。许其然以下犯上，有违律法。陛下钦点，打更人不遵循，亦是有违律法。下去吧。
是。属下见过魏公。这件案子，我让金玉堂、春风堂、镇邪堂3堂联手去办，主办官是你。这桑帛下面可是封印着什么东西？说说你的推理。桑帛虽是我大奉禁地，但对外人来说，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镇国神剑。而这个卷宗上已经说明镇国神剑无碍，说明贼人意不在此。属下猜测，永镇山河庙里面应该是放着别的东西，而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桑帛？属下再大胆猜测，因为这个东西需要镇国神剑来封镇。这个东西是什么？魏公是知道的吧？你的任务是查出炸毁永镇山河庙是何人所为。至于这件东西是否存在，是否要追回，与你无关。遇到任何麻烦，告知杨艳，他会出面。陛下赐了一面金牌，凭此牌可在皇城内行走，除后宫和特殊禁地外，畅通无阻。卑职领命。监正的病好了吗？这个老东西。大人，金玉堂、春风堂、镇邪堂集结完毕，请指示。我奉陛下口谕，追查桑帛爆炸一案，尔等协同办案，务必全力以赴，不负皇恩。是。红楼宋霆锋，到。你率队去一趟工部，把近1个月火药的生产和使用记录调查一遍。炸毁诊所庙需要巨量的火药，不可能不留痕迹的偷运出去。即便记录造假，也有迹可循。是。红楼书我校有。你率队去一趟刑部，把祭典前后去过永镇山河庙的所有吏员全部缉拿，逐个审问。是。其余人等随我出发。是。大人去哪？有个心怀大人，这个雾罩夜深，只有我心飞腾，这一光临为生。将我傲意精神，善意之心为的少年威风，镜下满了回纹，我先来几根，我追星火提灯，我横城脚下门，一声声听到震天地，有我这凡人，长袖不落尽凌晨，自来不休多问，对内此海权，此刻我万马奔腾。庙体已被全部炸毁，遇难士族的遗体已被运回，此后便再无人经过这里。这么看来，
路面上这彻底没得啥子线索了哟。不如去湖底看看。好，大人请。你这一口气憋这么长时间，这气机可不像是新进的练神境。或许是因为我每日打坐，苦修不辍。那这下头发现点啥子嘛？哦，湖底地基完好，高台断裂点在高处，说明爆破点在庙内，而不是在水底。这火药应该是被人偷偷藏进庙内的。湖底地基周边处有一圈石柱拱卫，其上刻着蝌蚪状的文字，大概像这样。这个形状似乎是天域纹，此事与天域有关。不仅如此，这地基周边的石柱像是按照某种特定的规律排列好的，而这种排列方式应该是阵法。能在大凤京城排列布阵，司天监。林燕，此事似乎牵连甚广。孙大人，陈府尹，案子查得如何了？回公公，我刑部与府衙通力合作，连夜审问，已查涉案人员过百，目前算是有些思路。思路？那就是还没有办妥喽。本次在桑博附近巡逻的士卒共计312人，全部牺牲。所有士卒的死状如出一辙，全被吸干了精血，身上并无其他的伤口。据我们所推测，能有这般手法，一定是个绝顶高手。又多了个绝顶高手，事情更复杂了。报，尚书大人，那打更人还在外边呢，说是什么凤凰命，非要到人不可。洪总。是，大人。
工部那边什么情况？工部那边没有问题，但是广校那边有问题。走。 刑部奉旨查案，擅闯刑部、坐牢办案者，格杀勿论。刑部重地，无关人等还不下马！闯刑部者死！天地一刀斩！ 打跟人办案，阻碍者杀无赦。在刑部门口动手，还是有官职的人，不会有麻烦吗？我现在还怕麻烦吗？对我来说，净土就是生命。不动手立威，他们不害怕我，还会阻拦办案。起点尖，走。 山主大人，又怎么了？那大个人他们硬闯进来了，还伤了我们的人。何人如此胆大妄为？本官许西安。大人，诸位大人有礼了。听闻刑部扣押了礼部诸多当差，阻挠我们打跟人办案。尚书大人，敢问这是何意？ 徐全，你擅闯我刑部，伤我将领，此乃何意？打跟人办案，何须向刑部交代？你简直是无法无天！来人，把此料拿下！ 本官奉旨办案，现怀疑刑部与贼人勾结，炸毁永镇山河庙。来人，请尚书大人回衙门喝茶。敢在我刑部动刀，你长了几个脑袋？刑部办不了的案我来办，刑部不敢杀的人我来杀。还有。 刑部若是敢阻拦我办案，我连刑部一起办，够不够清楚？许西安，好啊，好，果然是年轻气盛，锋芒毕露啊！正好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站在中间这位铜锣许七安。 他是太子举荐，陛下亲自点名的打更人衙门主办官。数日前，他斩伤了上级，被判了腰斩。陛下圣明，陛下仁慈，准许他戴罪立功。陛下钦点的主办官。你说你们这些打更人啊，来的还真是时候。 省着我再跑一趟，去找你们谈话。都坐下吧。许七安，你也坐。大人，您的金牌。
这玩意儿上火吃不了。你真可好吃，你吃点。去，仔细记录。 3两3，再加7000。3两7。我现在命才苦，案子办不了，我再给你算一下，7000加3两3。许大主办官。聊完了。这大更人啊，居然派了一个区区的铜锣前来查案，真是叫人贻笑大方。既然你们都说完了，我也就着你们说的随便聊两句。根据孙大人这个推测，我提出几个疑问。今早去桑伯湖查看过，想炸毁永镇山河庙，需要的火药量极大。是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那问题就来了，尚书大人刚才也说过，这火药的防盗措施极为严格，想从工部偷运出巨量火药，本就非常困难，更何况还要抹除相应的痕迹。您觉得什么样的人能做到这一点？工部尚书，或者2位侍郎。哦，原来是工部尚书以及2位侍郎啊，那这一切就合理。只是会不会太蠢？此话怎讲？想偷运出如此数量的火药，即便手脚再干净，也会留下蛛丝马迹，经不起查的。以我之愚见，这只是贼人的障眼法，让我们误以为火药出自工部，从而偏移调查的重心，给真正的贼人争取时间逃离京城。除了工部，从哪儿能弄来如此巨量的火药啊？有没有可能是从城外运进来的？这么显眼的火药，如何偷运？先不说外城，内城的士卒会检查所有来往的货物，皇城则更加严格，要想偷运，绝无可能。火药运不进城内，那原材料呢？对呀，如果只是原材料，这守城的士兵他不知其何用途，他也无违禁品。你要我就放行。陈大人高见。你看，原材料，我要的原材料，木炭、硫磺都是寻常之物，还有一样东西是大凤严格管制的硝石。啊，硝石矿，大黄山。大黄山。把路线拆开来看，刚才分析过，从大黄山到外城、内城，因为运输的是原材料，所以可以蒙混过关。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皇城关卡。杨公公，诸位大人，在下衙门还有事情，先行告退。采薇姑娘，一起吧。诸位，告辞了。不是，那采薇姑娘，我呢？大人，我们去哪儿？魁族驱管挥霍是为了要大黄山里面的硝石矿制成火药，炸毁永镇山河庙，释放湖底的封印物。而协助他们将火药运进桑博的内应，应该是一个可以自由进出皇城的人。自由进出皇城的人，精卫。祭祖大典发生的前一天，发生了小旗官命案。小旗官刘汉死之前，他正好当值。刘汉只是个小旗官，不可能有那么大能耐，能瞒过上级将火药偷运进皇城。除非指使他偷运火药的，就是他的上级。事情办完之后，便杀了他灭口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想起来了，他的上级。周百户，我问你，刘汉可是你的手下？正是。他最近可有异常？没有，跟往常一样。他值守皇城期间，可有可疑人或者物品进入皇城？没有。金吾卫百户周世雄，哎，等，我问过他的气啊，他没有说谎。他或许用了什么手段，总之先找到人再说。好，
你拿着我的金牌去皇城东门口捉拿周志胜，一定要快，要赶在刑部反应过来之前。是。你们几个跟我来，走。其余人的随我去州府捉拿人犯。哎，陈福爷，他们去哪儿了？啊？什么大矿山？什么小石矿？陈福爷，你知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？我知道啊，京兆府之前的案子，金属钠会爆炸。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。卷宗，快去把卷宗调出来。好，好，好。猪脑子，你过来。大人，你去，慢点走。是。你疯了？快点去啊！哦。稍安勿躁，马上就到。开门，8个人吧。百户老爷生病了，不见客，各位大人请回吧。2个人守门，其他人给我冲！是。这位主办官大人，你怎么补充啊？凌渊关国战，你见过陛下冲锋陷阵的？你刚才在刑部可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个叫人设。人设？努力塑造一个一言不合就要拔刀砍人的莽夫。有了这样的人设，他们再想真功也得掂量一下。徐大人，全部都搜遍了，没有人。府上值钱东西都搬走了，其他的陈设都完好。周世雄呢？万户老爷带着夫人和少爷、小姐他们都去省亲去了。你刚才不说病了吗？百户老爷这么交代的，小的照说便是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在前几日祭祖大典结束当日。大人，百户老爷犯了什么罪？小的不知情啊。走。周世雄逃了。现在说这些还太早。府上没有藏尸，近来也没有人死在这里。也可能是被特殊手段掩盖了。要不你们掘地3尺搜一搜吧。大人，周百户没在皇城口，祭祖大典后他就请了长假了。逃了，死了也好，逃了也好。这条线索是断喽。来人，走！兄弟们，收队。是。闪开！二叔呢？还没回来啊？娘已经出门去找了。啊，
我听说，陛下让你查桑博案。是啊，怎么了？这件事不是你能插手的。我就是负责查案，又不负责追出这背后的大势力。总得试试吧，毕竟你大哥身上是有死罪的。那查出些什么了吗？贼人倒是查出来了，结果让他给逃了，跑了。那你，实在不行，你也跑吧。哎，我这刚从死牢里面出来，房里被窝都没睡热乎的。再说了，我们家在外面一个投奔的人都没有，我能逃去哪儿啊？实在不行，去云州。云州，那里匪患严重，天高皇帝远，就算是你被通缉，朝廷也奈何不了你。心若是狠一点，直接落草为寇，既能磨练武道，又能掌控权势。许多被朝廷通缉的要犯，还有江湖中那些亡命之徒，都喜欢在云州聚集。说的对啊，越乱的地方就是越安全。等等，私通魁祖，炸毁桑博，是满门抄斩、株连三族的大罪。无论他逃到哪儿，朝廷都不会放过他。如果你是周百户，你会逃到哪儿？大哥，你当真想好了？就是云州。哦，哎呦，慢点，慢点。哇！哎呀，怎么回事嘛？怎么就被关进了打更人的大牢呢？还不是为了宁燕？为了宁燕？对，为了宁燕。只要能救出他，我这条老命一文不值。夫人，把我刀取来。我答应过他爹，要护他周全。二叔，王燕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衙门散职，我就回来了。没事了。陛下下旨令大哥官复原职，戴罪查案，暂时没事了。是啊，没事了。倒是你呀，是该打啊，去晦气。行了行了，你赶紧今天早点休息。没事就好。没事就好。啊，没事了，没事就好。陛下，贼人闯入桑博，炸毁永镇山河庙，实乃我大奉之耻啊！委员身为打更人首领，护卫皇城不周，难辞其咎。臣请陛下将此僚撤职查办，以平众怒。臣复议。臣复议，臣复议，臣复议。委员向来恪尽职守，桑博变故始料未及，故不应由打更人来担此责。驳回。臣启陛下，打更人许锡安在我刑部门口伤害侍卫，藐视皇权，臣恳请陛下严惩此贼，满门抄斩。陛下，刑部指使侍卫阻挠打更人办案，居心叵测。臣怀疑刑部孙尚书与贼人勾结，炸毁桑博，请陛下将此僚革职，押入天牢，由臣来审问。臣复议，老臣复议，臣复议，臣也复议，臣复议，臣复议。委员，你这是污蔑，其心可诛。陛下，
刑部有大问题，臣等复议将刑部众官员革职查办。你休要血口喷人！孙尚书，你还不认罪？你竟敢在朝堂之上亲口辞皇，你就犯了欺君之罪！你主闹大官人办事何居心？铜锣许其安，本就罪责在身，为求戴罪立功，行事难免偏激。尔等当合力办案，而不是互相阻扰。再有下次，朕严惩不贷。自今日起，解除城门封禁，朝中官至6品以上皆不得离开京城。退朝。退朝！恭送陛下。魏公，魏公，请留步。魏公，这是我们誊抄的，您拿回去先看看。多谢公公，改日定请公公小酌。义父，义父，你笑什么呢？本以为陛下今日会发难，没想到顺利过关。顺利过关？没有人趁机要攻讦义父。仅用了1天时间，就有这种收获，确实是个办案的好料子。办案的好料子，是指许其安吗？哼，你倒是踩了狗屎运，捡了这么个好苗子。可惜你晚了一步哟。太康县令我早就审过了，都已经呈报上去了。他说他没有跟魁族勾结，我忘了他的气，是在说谎。那可有审出幕后的主使？忘气术呢，只能辨真伪。到了这个问题，他死活不开口，我也没办法了。无妨，只要有老夫在，定叫他口出真言。3位请送来。这老头儿，你叫什么呀？老夫乃是云麓书院的张慎。行，那回头呢，我就跟我们老师说云麓书院有个老头叫张慎，他亲口说问心可比望气厉害。我让我们老师跟你们院长说道说道呀。不必了，大家各有所长。那就是这里。哎，醒醒，有大人要问话。说你呢，聋了？无碍，他配合不配合，到最后的结果，都是一样。圣人已曰：“君子当诚，匹夫亦然。”哇，果真厉害呢！不对，开门。死了。啊？
不对，开门。死了。啊？什么？死了？太康县令恐与桑博一案有关。今日我去提审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，被灭口了。这可是魏公亲自提点的要犯，他是怎么死的？死因不明，叫仵作验尸了。这桑博要犯死在京兆府，但此事真的与我无关啊！大人，府衙愿意协助大人查案，3房6部都可以由大人调遣。太康县令无故死在牢房，是意外，跟你没关系。谢大人。不必谢。我听采薇姑娘说，昨日在刑部，您也帮了我一个大忙。举手之劳。我也是举手之劳。如此，老夫就先告辞了。有劳先生。辛苦老师跑一趟，我送你。多谢老师跑这一趟了。谢什么谢呀？为师没帮上什么忙。那这是诗集？诗集自然是有的。哎，方才我见老师问心时，燃了一页书卷。啊，晚辈见识浅薄，从未见过此等厉害的法术，不知是何原理。此乃是我们书院的法术书，是聚集了我们书院的秘籍刻录而成。这可是个宝贝啊！只要点燃此书，便可使用此书每页的法术能力呀！原来如此，是晚辈孤陋寡闻了。不过，恕晚辈晚些才能奉上诗集了。这案情紧迫，晚辈修为尚浅，恐怕很长一段时间无暇做事了。那为师就给你刻录一本书，赠予你，助你一臂之力，怎么样？如此甚好。那这诗集，自然，自然。老师慢走啊！陈哥，我听说太康县令死在了牢里，审判官有啥子说法？验尸报告你看看。没有外伤并非中毒，人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死了。采薇姑娘审问了夜晚当值的胥吏和狱卒，确认他们没有问题，也进一步的确认了县令确实是当晚死于睡梦之中。梦中杀人？想到什么？我只是听说三宗的阴神可以做到这一点。三宗？若是三宗，金莲道长应该会受到封赏。除此之外，就还有另外一个体系了。巫师。巫师，跟我来。你听说过巫神教？听我二叔说过，说那是品级以外的神仙人。巫神教是他创立的教派。巫神是北京诸国共同信仰的神祇，巫神教在北京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正如西方世界的天主教。15年前，云州的镇西大将和巫神教发生了冲突，一夜之间，2000精兵在兵营中悄无声息地死去，他们的身上都没有伤口，全都枕戈以息进入睡眠，最后连镇西大将也没有醒来。自此以后，云州便成为了无主之地，被唤出生灵，灾祸天
打更人的暗探传回来的消息，那里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了巫神教在大凤的据点。如果此事和云州扯上了干系，那这个案子就复杂了。我做该闯，跟子两位必是大乱的开端。对，我都被你绕晕了。咱们只管办案，别给我整接触。林燕去哪儿啊？抓周赤雄。杨公进城了。知道了。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呢？明知故问。他来了，你须得交出权力。既然是规矩，那就照办。你是真不明白，皇帝老儿派杨公来青州当布政使，就是怕你大权独揽，派个人来制衡。毕竟青云两政共治，青州布政使一掌云州实权。这个杨公，我听说云麓书院出身，临上任前还白拿了学生一首诗，多半也是沽名钓誉之徒，来这儿镀金弄权的。这个大凤怎么净出些蠹虫？那你想怎么办呢？你一句话，我砍了他。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我就看不惯你这副孬样，这个爱千刀的袁景帝。徐妙真，怎么了？我又不是吃皇粮的。我说飞燕女侠，你在云州剿匪，惩奸除恶，维护一方平安，当官替云州的百姓看些你啊！不过呢，这规矩就是规矩，我到底还是朝廷的人呢，总该讲究些分寸。哎呦，你去哪里啊？真无福气熏天，我待不下去了。李将军，何事？近日8日临匪战又添一新王家，今日大家结社，于法成全。继续打探消息，待时机成熟，与我一同召集飞燕军兄弟们上山剿匪。是啊，去吧。走。主人这么快就出来啦？不痛快。你看你老毛病又犯了，此处层峦叠嶂，注意风寒。知道了。又是因为杨川南。哎呀，朝廷的人就是麻烦。你名义上虽然是他聘用的游戏将军，但那是朋友之意，若是不痛快，不必去救于他。可放眼整个云州，真正愿意支持我们剿匪的朝廷官员就他一个。要怪就只能怪袁景帝那个老贼。诸位，京城又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袁景帝死了吗？大凤内外城都封禁了，禁止任何人出入，我便料定出了事情。1号，你可曾听到什么消息吗？有意思，这个青年道长竟然没有问身为打更人的我，而是直接询问1号。桑伯湖爆炸，永镇山河庙摧毁，封印在桑伯里的东西不知所踪。3号，你可有什么线索？
巧了，书院通过一些渠道得到了一些线索，大概整理了一下案件的脉络。魁族，这不可能。魁族用什么来炸毁桑国？经排查，魁族通过大黄山获取硝石，再把硝石矿制作成火药，通过金吾卫百户周赤雄运进内城，炸毁桑博。桑博湖爆炸后，周赤雄带着家眷潜逃了。那这条线索就断了。那倒未必，依我看，朝廷不久就会发布通缉令。这个周赤雄要么离开大凤，要么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你们觉得他会躲在哪儿呢？这还用问？定然是云州。2号，你在云州颇有势力，能不能帮我调查一下周赤雄？干得漂亮！看来在这个1号的心里，2号似乎比官府更靠谱。我拒绝帮你。我提供报酬。不，你是朝廷的人，我拒绝帮你。这不行，这2号要是不帮忙的话，云州这么大，那怎么才能救出周赤雄啊？2号，之前6号那次，你说欠我一次，还做不做数？那是自然，我李妙真向来说一不二。那行，你在云州帮我留意一下周赤雄，算是还了上次的债。至于1号，这一次算你欠我的。2位觉得可以？可以。魏公，许清安来了。卑职见过魏公。昨日早朝，偶尔看到了你办案的进度，做的的确不错。魏公，您公务繁忙，卑职是怕给您添乱。朝廷已经对周赤雄发布了通缉令，但是半月之内找到他有难度。可否有其他的思路啊？属下推测，周赤雄极有可能逃往云州，所以我拜托身在云州的2号代为抓捕。云州是个办法，但是云州往往比你想象的更复杂，需要时间。魏公说的是。有没有试一试从法器入手啊？法器？周赤雄的气息被隐藏了，连司天监的术士都没有觉察，这说明2点：其一，施术者的品级太高；其2，他一定携带了隐藏气息的法器。这是周赤雄的户籍，你看看吧。他只有8品。挥之不散，要袖笑看，唯言心中怅然恋。清秋薄衫，空叶去尽，我身畔一份暖雪，谁人为伴？魏公，何事？我本来是想第一时间向您汇报的，只是无妨。我对曾下令要杀我的人也会心存忌惮。
义父，马车备好了。本座要进宫。许七安，你随我一同去。远离庙堂，去江湖。对的，你的性格不适合庙堂，江湖才是你的天地。如果不是因为桑博案，你现在已经在我的安排下离开京城了。这个事情查不清楚，你就做打工人的暗线吧，做本座手中的一把刀。见不到光的刀，怎么样？觉得委屈吗？只要是能保住性命，别说一把刀了，做牛做马都行了。暗处不容易，暗线要隐姓埋名，远离至亲，甚至连死都是悄无声息的。属下还不想去江湖，我想尽我所能的去试试，查出真相。你的性格外圆内方，且偏激了一些。我既欣赏这样的你，也不喜欢这样的你。我知道打工人的衙门积弊已久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但是人性就是如此，光暗交织。像李玉春这样的人有多少呢？如果打工人都像他一样，如何做得到压制满朝文武？道理我都懂，但是有些事情我既亲眼所见，那我便忍不了。积弊已久，急不得。在官场上摸爬滚打，需三思而为。你要知道，水至清则无鱼。与其横冲直撞，不如徐徐图之，逐一击破。属下明白。咱家见过魏公。劳烦公公，这位是桑博案的主办官许七安。劳烦公公带他去见长公主吧。哎呦，不敢不敢。长公主。宫里的文渊阁有记载法器的卷宗，让长公主带你去看看。是。今日诗会，公主昨夜睡得可还好？睡可好了。这往常我们来此湖边，这玲珑早就上来与我们亲近一番。今日是怎么了？我在湖边端详许久了，这湖面竟然毫无波澜。你有所不知，桑博祭奠以后，这玲珑好似受到了惊扰。祭奠当日，于湖面一声长啸，然后就遁入了湖底。无论父王如何处置，都不愿上岸，更不愿与皇室亲近。这没有玲珑相伴，今日的诗会又何必选在此处呢？离我那儿可远，扫兴扫兴。公主可都背下来了。放心吧，不仅诗背了，背后的典故我都背熟了，就等着今日小试牛刀，杀上怀庆的威。
老夫见过各位皇子、公主。万国诗会在即，我等今日在此提早演练，有劳先生特地从国子监莅临主持。无法，无法。老夫也想一睹我大奉皇室的风采啊！那这如此说来，您是怀庆公主的贴身公公，我怎么没见过您啊？嗨，老奴久居深宫，不常显于人前，但是公主在宫中的大小事宜，均是老奴代为操持。只是有一件事情，老奴忍不住要多句嘴。您不是临安公主的面？面什么？老奴是说呀，您被临安公主所倚重，但是呢，又和怀庆公主走得这么近，您就不怕临安公主知道吗？我管她知不知道。哎呦，明艳果然是有胆略呀。但是您怎么跟临安公主交代呢？交代？笑话！我何须给她交代啊？我知道临安对我有招揽之心，但是我心向明月，一心只有怀庆公主。这点啊，临安她心里应该是有数的。请，大人真非凡人呐！过奖过奖。耶。第一轮，飞花令，诸位须以月字为题，依此行令。接不上者，可要罚一杯哦。可有人打头阵啊？那就由本宫抛砖引玉吧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好！真的是佳句了。临安公主，数月未见，看来老夫应当对你刮目相看呀。公公，今日这是？大人您有所不知，今天这皇子皇女们在这里研讨诗词，乃是为日后的万国诗会做足准备。长公主为此准备良久，我所做的一切对她略有相异，在下便知足了。那是面什么？大人您稍后。你们不要命了，还懂不懂规矩？公公，我们知错了，只是第一次见到许大人，没忍住多看了两眼。原来我的名声都传到宫里去了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？难道说没见过男人？男人是见过，但面首从未见过，还是临安公主的面首。这个临安到处散播我是她的面首，难道是想离间我和长公主？这个谣言怕是都传到长公主的耳朵里了吧？不行，我今天就得让她死了这个心。水畔烟波春色里，清波荡漾映云天。小刚，啊，好诗，这个诗真是气势磅礴啊！确实，好诗。继续。悠悠岁月无穷尽，细水长流运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还得给你跪啊？没有没有，许陀罗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随魏公进宫找长公主查案。啊，有这回事？哎，你先别管那么多了，现在公主什么情况？目前为止颇为顺利啊，多亏了你的诗。这不是说诗会的事儿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
现在宫里面都在传我是安公主的，我是安公主的年少。哎，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啊！我是断然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这定是临安公主，定是临安公主在挑拨离间。如此雕虫小技，张公主不会相信的。那真好，我还以为……你放心，公主呢一点都不怪你，而且还十分理解同情你，相信你是一个一片丹心的好忠臣。公主真是深明大义啊！公主。该你了，那我也来一首。群鸦过境涉水蚁，隔春雁回误认亲。不是他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不是不想看见我？公主离您这么远，恐怕是没有看见你。他明明看见我，他没有看见。我们俩都对眼神了，你没看见吗？当时你替我解释解释啊！快带许公子走，快走！对，小刚，我才刚刚来。哎，他不会真听信谣言了吧？小刚，我一定会再回去找你的。你回来给我解释解释啊！这看日本我他怎么来了？说是有什么要事要办。不过公主放心，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。幸好发现的早。这许七安看来是个间谍啊！你不觉得义父太赏识他了吗？你与魏公同城一教用了多久？3年。我比你好，也用了1年零4个月。但这许七安满打满算来打更人，才不过3个月。他很对魏公的脾气，这不奇怪。李玉春还对魏公的脾气呢？不对，一定还有别的原因。哎，许七安祖籍是哪儿的？怎么还想与魏公攀亲戚啊？啊！快点说，说呀！许七安祖籍京城，与魏公天差地远，根本不是一个地方的人。真不是一个地儿的？真的不是。哎呀，兄弟们，收的好苗子来了。燕哥，哎，兄弟们，我大哥在这儿了，可以放我下来了。哎，真的，哎，辛苦，受累了啊，哥几个，回吧，没事了啊。许七安，你祖籍是京城对吧？啊，是不是？应该是。去过文渊阁了？还没。那见过长公主了？算是见到了。见了长公主却没去文渊阁，你出来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出来干什么。我刚见到长公主，刚说上2句话，你们就看到了，把我给抬出来了。我来告诉你们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天道好轮回。别以为自己是个金疙瘩，谁见了都敢喜欢你。不是，挖苦我干什么呀？宁呀，公公。宁呀，长公主有请。嗯。带路。公主啊，到年了。诗句中第7个字须带水，这一句不简单哦。公主怎么了？许仙给我的诗里面没有最后1个字是水的啊，怎么办？皇兄，我看他这杯啊是罚定了。哎，这满座目前，只有怀庆还没被罚过酒。对，不愧是大风第一才女。快给公主满上，得罚了，满上，别人都等着急了，是不是皇兄？来，罚一个，喝一个。哎，对，罚一个。最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。你怎么？
最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听梦压星河。好诗。此诗的确意境飘渺，对立而又含蓄丰富。敢问阁下是？在下正是许七安，也是怀庆公主的客卿。许七安怎么听着耳熟啊？不是临安的面首吗？此趟入宫是专程来找您的。老夫糊涂了，这位公子，您究竟是哪位公主的客卿？先生，这儿呢。人生难得一知己，千古难觅一知音。在下何德何能，能够同时获得2位公主的赏识，真是诚惶诚恐，不胜感激。怎奈好马不备双鞍，忠臣不是二主。我虽是个小人物，但亦有自己的坚持。怀庆公主，您待我有知遇之恩，若不是您，我现在还不知沦为何处，为一人鱼肉，任人宰割。至于临安公主，您贵为一国公主，应该能够体谅微臣的一颗渴望报恩的拳拳之心。至于您对我递过来的橄榄枝啊，在下受宠若惊，但也只好敬谢不免，还望公主高抬贵手，不要强人所难。怀庆公主，面首之事纯属误会，不知可否冰释前嫌，对微臣重拾信任？我，公主还是不相信。我许七安在此立下重誓，臣愿披肝沥血，鞠躬尽瘁，今生今世只效忠怀庆公主一人。是这个，是不是搞错了？错了！这一边你够了啊！这一边谁是怀庆公主？不是临安公主，你这些小把戏有点幼稚了啊！不必换御医了，去司天监换人。临安晕厥之症曾因在司天监发作，他们有对症之药。对，司天监，没事了，我们去司天监，有道理。再叫御医！无妨，这位一会儿就醒。那散了吧，先生一起吧。哎，走。怎么聊得这么开心啊？他们在交谈。我也是，就在刚刚才知道这一切。事情大致就是这样，被知之前多有冒犯，还请殿下恕罪。今日天朗气清，你随我走走吧。是。怎么走啊？不知道啊。去哪儿啊？不知道啊。昨日啊，灵宝阁新炼了一炉金丹，朕回头让人给你送一颗来啊。谢陛下。一颗金丹
换你一颗棋子，不过分吧？不过分。陛下的阵营有些凌乱，臣替陛下清理一下。好手段呐！嗯，这些年，朕最倚重的，就是你魏渊了。朕时常想啊，如果当年你没有进宫，走的是科举正途，那我帝国是不是就多了一位冯补将啊？朕也就不必为那些鸡零狗碎的事伤神了。陛下，臣现在不是一样在为陛下效力吗？错！你没有看到吗？啊，此处有埋伏。儿臣知错，是儿臣棋艺不精。不除之，必有后患。桑博案查的怎么样了？府衙和刑部递交的卷宗是乱七八糟的。朕记得，打更人衙门的主办官是个罪犯，一个姓许的铜锣。没错，此人名叫许其安，是有些手段的。小七官和周赤雄的案子都是他查出来的，我要的出处也是他点名的。朕略有耳闻，此人思路清晰，是个断案的高手。查出什么没有啊？还真是有些收获。太康县的赵县令昨日凌晨发现，死在了府衙地牢。陈府尹已经禀明此事了，死因自然，没有外伤，没有中毒，甚至没有窒息等其他外在手段。若非三宗阴神，就是北境巫师所为。说说吧，进展如何？哦，回长公主，周赤雄瞒过了望气术，逃离了京城，必然是借助了某种法器，故卑职想以此为突破口，通过查找法器的踪迹。这些本宫都已经知道了。还有呢？你不会只查到这些吧？不知长公主想知道哪些？本宫看过你的办案记录。你在桑博里发现了司天剑的封印阵法，而阵法的石柱上刻有天域纹。此事你可有继续调查？回长公主，魏公曾特意叮嘱我不要调查桑博湖底的事，卑职不敢违命。还有，魁族为何要炸毁永镇山河庙？这是一个疑点，也是此案的另一个突破口。永镇山河庙之下确实封印着可怕的强者或者物品。而这个秘密只有父皇一人知道，魏公不让你查，是在保护你。他连这都知道。继续说你的推断。周赤雄不过区区8品武夫，却能完成这样一个惊天的密谋，还能借助法器脱身。卑职怀疑他背后定有朝中之人暗中庇护，而这个人很有可能与大黄山消失案乃至之前的税银丢失案有关联，或许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组织，而他们的目的……你的意思是？卑职不敢妄言，但此事扯到了魁族，还想释放湖底的封印物，那绝对不是普通的弄权逐利这么简单。身在朝中，掌握权力，有机会可以跟魁族秘密结缘。
绽放。